有一个诅咒藏在宇宙最底层的物理定律里，它不针对某个人，它针对所有存在过的意识。科学家发现，只要时间足够长，虚空会自发组装出一颗意识，有思想，有记忆，有情感，但身体是假的，世界是假的，你爱的人是假的。更绝的是，这颗意识100%确信自己是真实的。就像此刻的你，波尔兹曼大脑是物理学史上最让科学家夜不能寐的噩梦，没有之一。剑桥大学的宇宙学家 Sean Carroll 说了一句让整个物理学沉默的话：我们可能根本没有办法证明坐在那里研究这件事的人不是其中一颗。然后波尔兹曼本人提出这个理论没多久自杀了。你觉得你现在经历的这一切是真实发生过的吗？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废话，当然是真的。我摸得到，看得到，感受得到。你有没有做过这种梦？梦里的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梦里有人，有对话，有情绪，你哭了，你笑了，你以为那就是现实，直到你醒来，醒来之后，那些人去哪儿了？那段记忆是真的吗？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庄周梦蝶，你以为你是人在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在做梦变成了你？2000年前庄子问的问题，今天物理学用一套方程式给了一个更恐怖的回答。今天我们就来讲清楚这件事。第一个误解，波尔兹曼大脑只是一个哲学脑洞，不是真正的科学。错，这是从热力学第二定律严格推导出来的结论。简单说，宇宙有个规律叫熵增，万物趋向于从有序变混乱，但在足够漫长的时间尺度上，混乱中会偶尔随机蹦出一个极度有序的结构。就像你把一箱麻将全部扔到空中，理论上有极小的概率它们落下来刚好摆成一桌和牌，这不是玄学，是概率。而一颗带着完整记忆的意识在无限时间里被随机组装出来，这件事的概率虽然极小，但不是零，不是零就是真实存在的可能性。第二个误解，就算波尔兹曼大脑存在，跟我也没关系，这是最危险的误解。因为物理学家算过一笔账，在一个足够古老、足够大的宇宙里，通过随机涨落凭空组装出一颗孤立意识的概率，远远高于从大爆炸开始经历138亿年演化，产生太阳系、产生地球、产生生命、产生你这一整套流程的概率。换句话说，如果宇宙足够老，你更可能是那颗凭空蹦出来的孤立意识，而不是这套漫长演化的产物。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方程式说的。第三个误解，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想了也没用。对，目前没有答案，但没有答案和没有意义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正因为没有答案，它才把物理学逼到了墙角。如果我们的宇宙理论预测出波尔兹曼大脑比真实观察者更多，那这个理论本身就出问题了。这不是脑洞，这是物理学界正在认真解决的危机。这期最核心的一句话，不是因为你有真实的记忆，所以你是真实的存在，而是你被判定为真实存在，才让那些记忆看起来像是真的。再念一遍，感受一下这句话的重量。这有点像笛卡尔说的那句话，我思故我在。但波尔兹曼大脑把这句话彻底摧毁了，因为一颗随机组装的孤立意识，它也在思考，它也感受到我在，但它的在是一个诞生于1秒钟前，将在下一秒消亡的幻觉泡沫。我思不能证明我在，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诅咒是绝对的。我给你打个比方，帮你理解这件事有多深。你有没有在考试前一晚突击背了一大堆东西，第二天考完发现全想起来了，但1周之后那些内容消失得干干净净，就像从来没进过你脑子。这就是波尔兹曼大脑的短期版本。那个孤立意识的记忆就是这样的，它存在，它真实，它有温度，但它的根不在任何真实发生过的历史里，它是突击来的，也会突击消失。但这里有一个更极端的反差让我一直忘不掉。有个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从来没见过亲生父母，没受过任何正常家庭的熏陶，按照很多人的逻辑，他的记忆底色应该是残缺的。但他长大之后，对那段记忆的真实感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在完整家庭长大的人。他的痛苦是真实的，他的爱是真实的，他的存在感是真实的。但如果波尔兹曼大脑理论成立，这一切记忆的真实感并不能证明它们真的发生过。这才是这个诅咒最残忍的地方。它不攻击你的理性，它攻击你最柔软的部分，那些你以为是地基的东西。好，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冷知识。2008年斯坦福的一批物理学家在讨论某个宇宙学模型的时候，发现这个模型有个致命缺陷，它预测出来的波尔兹曼大脑数量会超过真实观察者的数量。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这个模型是对的，那这个宇宙里随机意识的数量比真实演化出来的意识更多。那我存在于这里的概率
反而比成为一颗孤立幻觉更低。物理学家把这个叫做玻尔兹曼大脑问题，并且认为任何一个优秀的宇宙学理论必须能解释为什么玻尔兹曼大脑不会泛滥成灾。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被完全解决。然后我要说一件很严肃的事，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既然可能是幻觉，那我还努力什么？反正都是假的。这个念头是这个诅咒给你设的第二个陷阱。听好了，不管你是真实演化的存在，还是随机组装的意识，你当下感受到的一切，对你而言都是100%真实的。区别在于，一颗玻尔兹曼大脑它没有选择，它被随机蹦出来，带着假记忆然后消亡。但你此刻有选择，你选择怎么对待接下来的时间，会成为你记忆的一部分。而那些记忆，不管宇宙怎么说，对你而言就是你存在过的证据。不行动，不思考，不去真实的感受这个世界，你跟那颗随机蹦出来又随机消亡的幻觉意识还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不存在先躺着等等再说，这种状态你每一秒的选择要么在加固你的真实感，要么在稀释它，没有原地待机这个选项。当然我知道想清楚这件事儿本身就已经很痛苦了。庄子那道题2000年没人答得出来，玻尔兹曼那道题100多年还没解完，凭什么？你看一个短视频就能想通，想不通没关系。但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先揣着走，活的像是你的记忆，值得被真实过，不用想那么复杂，就这一句。当然你要是觉得这些都是扯淡，管它真实不真实，先把今天的肚子填饱了再说，我觉得也挺好的。人生嘛，躺平也是一种活法。宇宙不会因为你想没想通就多给你1秒钟，但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划走，说明你心里其实已经开始在意了。好了，散了。